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为了盘门的持续发展，萧炎决定炼制丹药来卖，赚取足够的火能。萧炎炼制的回气丹、附体丹以及可以解火毒的冰清丹大受欢迎，没2天就全部卖完了。但这也让盘门被内院一家独大的药帮给盯上了。没过几天，盘门出门采购药材的人全部空手而归，而销售丹药的地点10之8九也都被毁了。不少盘门的人还都受了伤。动手的并不是药帮的人，而是说好半年之内不动盘门的白帮。萧炎原本就对白帮经常骚扰盘门成员很不满，如今白帮的人更是在盘门头上踩。为了不寒那些受伤弟兄们的心，也为了让白帮知道盘门不是好惹的，萧炎将盘门的人全都带上，气势汹汹地杀上白帮。白城在得知萧炎带人杀上门后，也让手下将白帮的人集合。白城觉得盘门的人就是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菜鸟，原本他因为富敖的半年之约，不好明面上找他们的麻烦。这次萧炎主动送上门来，白城绝对要让他们颜面尽失。白帮门口不远处的一个广场中央，两方人马正对峙着。萧炎指责白帮欺人太甚，而白城则说内院中这种小打小闹每天都在发生，要怪就怪他们自己没有实力。听到白城的话，萧炎直接当众嘲笑白帮是一群没诚信、没信誉、没脸皮的三无帮派。围观的人群大多也都知道富敖与萧炎之间的约定，当即就发出一阵哄笑声。白城听到周围人群的笑声，脸色十分难看，说没想到萧炎不仅靠女人厉害，嘴巴也很能说，还说自己当初只是约定不随便找盘门麻烦，却并不包括受人之托给他们教训。今日白城是打定主意要以大欺小。就在两人之间的气氛一触即发的时候，林燕突然出现，站在了萧炎这边。林燕毕竟是强榜排名第10的强者，白城看到他还是比较虚的。就在林燕力挺萧炎，并臭骂白城不要脸，仗着自己进入内院早，欺负新生，有本事去找林秀雅的狼牙拼一拼时，药帮的首领韩贤带着他的人出来了。韩贤虽然是药帮首领，但他的实力其实并不强。不过身为4品炼药师的他，却与强榜上的不少强者有着来往。林燕原本就觉得韩贤是个卖假药的，在知道是韩贤指使白帮之后，更是对韩贤没有好脸色。但白城怕林燕，韩贤却一点也不怕。韩贤警告林燕，若是敢为萧炎出手，他就会用丹药来请比他还要厉害的强者收拾他。萧炎拦住想要为他出头的林燕，直接对韩贤说，他知道药帮是怕盘门断了他们的财路，不过光凭他们的打压只能起一时之效，只要萧炎能够继续炼制丹药，药帮任何手段都是无用的。萧炎说想要盘门彻底收手，不沾丹药销售这一块也可以，只要韩贤有本事，让他们以炼药师的方式一决高下。若是萧炎输了，以后盘门不沾半点丹药销售；若是韩贤输了，药帮就要将暗地里的那些东西收回去。韩贤对自己的炼丹术非常自信，放眼整个内院，他4品炼药师的等级足以让他傲视同龄的炼药师，再加上盘门之前售卖的3种丹药，炼制的手法略显粗糙，所以他很痛快的就同意了与萧炎比试炼丹术，但却说赌注太小。他要求萧炎输了的话，不仅盘门不能再销售丹药，还要将他们之前卖的回气丹、护体丹、冰清丹的药方给他。而若是他输了，不仅不会再赌盘门的路子，还会将内院中5处人流量最多的交易地点让给盘门。萧炎没想到韩贤竟然看上了他手中的药方，而对于炼丹这一块，萧炎丝毫不惧韩贤。韩贤提议他们2人按照同一个药方同时开鼎炼制，丹成之后谁的丹药品质更胜一筹来决定胜负。为了公平公正，韩贤建议药方使用内院的收藏，而裁判公证人则找了内院中最为公正严明的好长老。2人约定一起去找好长老，明日再在北广场炼丹，一决高下。离开之前，萧炎对白城说他砸场的恩情盘门记住了，日后会一并要回来。萧炎和韩贤找到好长老说明炼丹之事，好长老对此事非常感兴趣，但却要求药方由他亲自来挑选。萧炎和韩贤要比炼丹的消息，短短1夜就传遍了整个内院。在内院中，每天都有争夺发生，但炼丹比拼却是极为罕见的。所以另一天，当萧炎来到北广场时，广场上已经挤满了前来观赛的学员。站在萧炎和韩贤中间的好长老说，今日的比试试题是他亲自选的。到现在为止，萧炎和韩贤2人都不知道他们需要炼制什么丹药。好长老说这个试题有些困难，问他们2人是否敢接下。韩贤仗着自己是4品炼药师，偶尔巅峰时还能炼制出5品丹药，所以非常自信。但看过好长老给他的药方之后，韩贤的脸色慢慢的变得十分难看。
将药方还给好长老之后，韩贤非常勉强地笑了笑，说长老选的试题果然困难，自己只能尽力而为了。韩贤觉得这个药方自己都十分无奈，萧炎更是不用提了。好长老拿出来的是5品丹药龙力丹的药方，龙力丹属于能够直接作用于增幅实力的丹药，所以炼制起来比一般的5品丹药还要困难一些。好长老给他们2人都准备了3份药材，谁先炼制成功就是谁赢。如果2人都没炼制成功，便从炼丹的失败品中选择更好的那一方。听到好长老的话，韩贤也终于松了一口气。他很自信，就算自己炼不出成品，失败品也会比萧炎的更加出色。好长老宣布比试开始之后，韩贤见萧炎拿出来的药鼎灰不拉几的，犹如烧火炉一般，便忍不住暗中摇头，觉得自己高看了萧炎。毕竟好的药鼎能让炼丹成功率大大增加，而萧炎看着面前破破烂烂的药鼎，觉得异火的威力实在太大，自己还是要想办法找个耐造一点的药鼎。韩贤见自己金灿灿的药鼎和金灿灿的火焰吸引了下方学员们的眼球，非常得意的将自己幻境火的来源大声的说了出来。装完逼的他又淡淡的说，火焰仅仅只是辅助，最主要的还是得看个人的炼药术。相比韩贤那边的吸人眼球，萧炎这边平静的没有什么人关注，毕竟是第一次炼制5品丹药，步骤非常繁琐，2人一时间都不知道该先进行哪一步。萧炎在发了2-3分钟呆之后，率先开始将药材投入药鼎之中，他行云流水般的手法引起了下方的惊呼。可惜的是，萧炎在提炼了20多种药材后前功尽弃。韩贤见萧炎首次失利，在心中将他讥讽了一番后，也开始进行炼制。可惜他在提炼到第8株药材时就失败了。在听到下方的笑声后，韩贤的脸色十分难看，手掌快速拿起石台上的药材继续进行炼制。而一旁的萧炎已经闭上了眼睛，丝毫没有被韩贤影响到。就在韩贤沉浸在自己第2次失败之中，闭目休息了10几分钟的萧炎终于睁开双眼，还伸了个懒腰，看着萧炎再次开始炼制。原本想要再次炼制的韩贤将伸出的手收了回来，他在心中诅咒萧炎会再次失败。而萧炎第2次的炼制也不负他所望，真的失败了。看到萧炎再次失败，韩贤才终于松了口气。他想着，既然龙力丹的成品炼制不出来，那就让自己炼制出来的失败品比萧炎好就行了。心里这样想的韩贤再次生火，开始自己最后一次的炼制。而经过2次失败的萧炎，已经隐隐掌握了一些龙力丹的奥妙所在，马上就进行了第3次炼制。终于，韩贤炼制出了一个成色斑驳、不规则的半成品丹药。看着这么丑的半成品，韩贤脸皮再厚也忍不住有些泛红。他将手中的丹药交给好长老，好长老看着手中不能称之为丹药的丹药，说恐怕这次萧炎的胜算会比你大。韩贤眼睛死死地盯着萧炎，嘴硬着说那可不一定。萧炎第3次炼丹进行得十分顺利，但就在丹药即将成丹时，他的药鼎再次炸炉。好在萧炎已经炸习惯了，即使药鼎没了，他也能继续炼制。而韩贤看到萧炎的药鼎炸了，脸上立刻浮现出幸灾乐祸的笑容。就在广场上，所有人都为萧炎这最后的失败感到不值时，紧握的手掌上不断滴着鲜血的萧炎从白雾中走了出来。萧炎直接无视韩贤，走到好长老的面前。就在好长老想着该怎么安慰这个潜力不凡的小家伙时，萧炎伸出自己被鲜血沾满的手掌，缓缓地摊开，一枚还沾着血迹的暗红色丹药出现在无数道震惊的视线中。萧炎对好长老说：“信不辱命。”一旁不敢置信的韩贤冲上前说：“不可能，萧炎肯定趁白雾升起时作了弊。”不过就算他不相信也没用，因为在场的长老们眼睛都是锃亮的。萧炎成功炼制出的龙力丹，让隐藏在暗处的其他长老们也纷纷的跑了过来。这些长老们在检查完龙力丹离开广场时，纷纷满脸笑容的对萧炎说：“日后炼制丹药恐怕还得找他帮忙。”而萧炎也非常上道，说只要长老们自备好药材，他定当竭尽所能。比试结束，好长老宣布这次的炼丹比试萧炎胜。这一次的比试让萧炎再次名声大噪，不仅让盘门的发展前途更好，还结识了管理内院药材库的好长老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豆豆就讲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豆豆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